我是这辆车的车主，比亚迪车主，提了7天左右，有没有人上来？车已经燃了，比亚迪汉千山醉。刚才这辆车我开在路上就直接就冒烟了。我就这辆车的车主，我是7天前买的，3天前才上的牌，然后千山醉，比亚迪汉千山醉，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但这个太吓人了，我整个车里面所有的资料、所有东西全部在里面。今天而且我才从车库开出来，没有暴晒过。我从车库开出来之后，然后到那边去办事情，然后开的路当中，然后就冒烟了。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啊。刚才的比亚迪自燃发生在2022年，虽然过去了2年多啊，当时呢也是一个大热点事件啊，又说是车主故意放的，又传是友商点的火呀。总之，跟现在的小米SU7的热度不相上下。因为小米SU7的爆燃呢，关于新能源车的问题，现在在网上也是吵翻了天。这位比亚迪自燃的车主呢，却在网上发声，告诉家属不要被车企坑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比亚迪刀片电池行驶途中手燃的车主，所以我想把我自燃的经历分享给这次小米SU7的受害者家属们做一个参考，避免家属们在悲伤的同时，后面再给你叠加上一些糟心的事情。首先，现在不管是谁来找你们，给出什么样的承诺，一定你可以答应，但是他们说的每句话和你表的态都要全程录像，记住是全程录像，而不是录音，因为我已经上过一次当了。我是2022年购买的比亚迪汉千山翠，当时买了7天，就在行驶途中发生了自燃啊！幸运的是我逃出来了。事情发生后不久，我就得到了比亚迪公司的来联系，他们说我会得到妥善的安置，并且很快我得到了赔偿，并且和他们一起去了保险公司办理了理赔。事情本来就该这样结束了，但是2年后，我莫名其妙的收到了保险公司的和比亚迪的传票。他们要求我归还赔偿，我当时就很不解啊！我到法院去，我就拿着当时我们协商的录音，说这个是我们协商好的事情，结果他们说按照保险条例和什么乱七八糟的条例，我就不该得到那个赔偿。我说那你们之前录音是为什么？他说你一个录音并不能代表就是我们公司的人，记住了，他们会跟你说录音不代表是他们做出的决定，所以说你现在是，万一现在他们谁来给你表态，给你做出了赔偿，你没有全程给他们记录下来，没有让他们拿出证件的话，他们隔几天事情淡下去了，然后告诉你啊，你这个是因为那个开了 OTA 自动驾驶啊，因为开了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功能发生这件事情，本来就不该我们赔，所以说你赔你的那个钱你要还给我们，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记住了，你一定要全程录像，谁说了这个话，让他拿出证件来，我们让他记录下来，记录在案，然后才能了结这个事情。记住了，一定要记住啊！希望大家能点赞转发这个视频，让家属们刷到，也让逝者安息。看来这比亚迪是真的黑呀！2年过去了，等热度消散，没人关心这件事的时候呢，回过头来杀一个回马枪。处理方式的问题真的很老道，这普通人怎么玩得过车企呢？到今天小米SU7爆燃的事件还没有结果，只有一个交通部门发了一个不疼不痒的通知，说是会严谨科学的调查，跟没说是一样的呀。感觉以前的事故调查是不是不严谨不科学啊？现在唯一能说的小米SU7的问题就是那个门把手到底设计的是不是有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个影片。所有的电车都应该向奥迪 A8 学习，记住了，是所有的。我们看小米SU7 Ultra， 它是如何正常开门的。拉开车门，大家都知道我们正常的开门是摁这个按钮，按钮一摁，啪，门弹开。如果这个车子在断电的时候，这个按钮，兄弟们请记住了，它仅仅就是一个开关，它不能开门。那它有没有设计一个紧急开门的地方呢？有，看到吗？在这个位置，隐藏式的这个地方，非常的小。这是小米SU7 Ultra。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车，蔚来，这是一台蔚来的 ET5T， 正常的开门呢也是一样，和小米同样的位置，一点它就开，对不对？那它有没有设计应急拉手呢？也设计了，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它是不是很隐藏就生怕别人去找到它。这个是所有电车它的设计它都是有问题的。你知道紧急的这个拉手，如果你正常的情况下车子没有电，或者说它出现了意外情况，你想让一个正常的车主找到这样的应急的拉手，
不知道的，因为正常的车主他是不懂车的。那为什么说要跟奥迪 A8 学习？我们今天看一下奥迪 A8 的把手它是如何设计的。这是一台奥迪 A8 50甄选版本，我们看一下 A8 的把手它是如何工作的。拉开车门，正常情况下呢 ，A8 它的把手呢分为了2段行程。第一段，兄弟们听出来了吧？就是你轻轻的拨这么一点点的行程，这个电机就会动作。那当然，这是在车子有电的情况下。如果这台车出现了全车断电，这个车门该如何开启？使劲。有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它把电控加机械应急开门集合在了一个把手上面。所以说，我说呼吁所有的电车都应该去设计这样的一个把手。如果电车一旦出现了意外情况，要让我们的驾驶员或者车内的乘客能够在第一时间就能找到开门的方式，而不是应该设计成分开的。这样的设计它其实是不合理的。虽然说设计师的初衷他会设计一个应急的机械的拉手，为了防止对吧车子没电，但这样的设计又有多少个车主知道这个位置呢？我相信直到我拍这条视频为止，应该有90%以上的电车车主们不知道你们的车子居然还设计了一个这样的隐藏式的拉手吧。所以我呼吁电车未来的设计一定要改一改，把我们的机械按钮或者说我们的应急开门的按钮放到一起，一定要放在第一时间能够去反映到，能够去把这个车门打开的位置。当时雷军在发布会上也是特别介绍了这个苏七的门把手啊，号称是半隐藏式的设计啊。现在看来呢，是被国内新势力给带偏了。造车不是造手机，造手机可以说是一块钢板的旅行啊，连夜说服高管，各种黑科技什么的。造车有缺陷，那就是拿人命在开玩笑了。我认为主要的是比亚迪的电池啊，加上鼓吹的智驾。先说这个电池啊，作为新能源车的老大，比亚迪让整个新能源行业呢高估了磷酸铁锂电池的安全性啊。来看一下这个穿刺的实验，这个钢针扎这个电芯啊，往里面扎一下就起火啊，这个是3元锂。磷酸铁锂呢，扎一下它只是冒烟。其实这完全和车碰撞起不起火呢没有一点关系。但凡在高速上碰撞，真正的车祸里保一命的也不是什么电芯啊，用什么材料什么的，而是车身的结构安全。很多人觉得磷酸铁锂比较安全啊，就看了这个比亚迪的穿刺试验，因为当时真的很轰动啊。然后比亚迪也是通过这个穿刺实验啊，股价一路高歌猛进。虽然磷酸铁锂电池的失控温度较高，但是呢，它照样也是烧啊。人能不能活呢？它就不是看电池用什么磷酸铁锂还是3元锂了，那就纯看八字硬不硬了。所以保命的重点还是车身结构啊，能不能扛得住高速的撞击呢？车能不能充分的溃缩吸能？一般来说呢，车越是撞得稀巴烂，就越是代表安全，因为力啊都被大梁给吸收了，只有这样呢，才能保证成员舱的不变形，电池包完好，碰撞之后呢，它不放烟花啊。再看一下这个智障驾驶啊，有人在类似的路况呢，用特斯拉的 FSD 做了一个测试。那个顽皮，我晓得了。我看我刚才穿的真丝袜，没病，我看得到哈。我靠，这个是我的玩伴啊，玩的确实很丝滑。来了，兄弟们，你说普通话。70、80、90、100、110，我操！我操！你，我操！我操，这个在可控范围的，我这个是可控范围的，这个是真的牛。这个如果我不提它提速的，它这个肯定是提不到110的。对，按照他自己的智驾的理解，应该是最安全的过来这个速度，是吧？对对对。但是咱们测试是试一下，对，但是也可控，不可控的话我会接管的啊。对，整个让它在110左右范围之内，我随时看着前面。不要说脏话啊。120，这个速度，我减速，我操，牛逼！
这段影片呢也是在网上最近在疯传啊。那些国产车呢，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车企啊或者是路人呢去做这个测试啊。这就能看出啊，强类呢为什么一直要掐这个特斯拉的脖子了，要搞个阉割版的 FSD 出来。相似路况啊，这差距也是太大了。有行业内的管理人员呢，在最近的论坛上发表了特斯拉 FSD 比国内的智驾领先几代的言论，也是被骂得很惨啊。这就非常搞笑了，感觉强内的人都认为自己遥遥领先了，出了那么多智驾的事故还是这样，真的是喊不醒啊。不过话说回来，买小米SU7的人呢，确实有点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小米SU7标准版的离车泊车导致追尾了前方的货车尾巴。你在这种场景当中怎么能下车的呢？我用的离车泊车，我看它已经识别出来了，提示要我们下车，它才可以那个。但是你前方有一台货车正在倒车啊，它在倒车的时候你下车离车泊车，这符合离车泊车的标准场景吗？我觉得它那个路线不符合安全情况下的话，它应该要退出泊车系统吧。你说的没错，它这个呢确实是不够好。如果说可能是华为的其他牌子的做的很优秀的那个智驾，这起事故是可以避免发生的。但是它是小米啊，你也没有看仔细它的这个说明当中，其实都会有一个你旁边有车辆在动的前提下，你这种离车泊车就是有风险的。我们是一直保持前进的速度，然后对方的车辆在我们碰撞之前，它已经完全实现了停车的状态。你就说叔叔判定是谁全责？我这边，因为他那边停车了，所以这个也就很无奈。我还有第二个疑点，就是我第一次碰撞的时候，第二次又还实现了一个二次碰撞的事故，其实是他碰撞了2次，先撞上了之后又往前拱了一下。技术的那边他就跟我说没有识别到，但我就很好奇，已经撞上去了，为什么还没有识别到呢？那不是说了吗？它这个智驾相对来说识别能力比较差嘛。头顶上的激光雷达我也不知道它干什么的，你前面这个厢式货车后面都有个大本的，这么大它都没识别到。现在我的诉求只要他们承担一定的维修费用，负责人他就说只能给予3000的积分补偿，就觉得不符合预期。那不是说你有预期他就必须满足的呀，他能给你3000，这也是有态度。3000不行，协商5000，你的预期是多少啊？合理吗？我可以去帮你争取。定损出来了，大概12000块钱左右，小米这边能不能给我们承担一半维修费用？你不是通过保险的吗？是我们考虑到出险了，然后明年的保费会上涨。你认为这个责任当中小米占一半，你们占一半，那你跟他们提过这个要求吗？提过了，2天没有联系我们，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也不清楚。小米客服热线的工作人员，你们不用讲，智驾的协议当中一定是有这个条款的。理论上来说，这个情况是不符合离车泊入的场景的。但是我觉得产品在不断进步，雷总也在不断的宣传，考虑到客户满意度的前提下，适当的再多给客户争取一点安慰性的补偿。但我们媒体也不做具体的要求，你们去协商。没问题，非常理解用户的心情，我们也会跟门店进行对接，后续有任何结果也会第一时间告知的。另外一个呢，我希望小米啊以后能不能不要过度的让大家去理解这个自动泊车这个功能，包括我们去测华为的那个功能的时候啊，都是在封闭测试场地当中才去做离车泊车这种东西的。现在包括像小米啊、华为啊，还有一些很多品牌都做这个离车泊车的这种宣传。今年年底了，国家的相关法规 L3 正式推出了，你只要离车泊车撞了，算我车企的，那你们去宣传去。现在你们撞了还要算客户的啊，宣传嘛，你们还要宣传，这个事儿就是不对的。这个话不光是给你们小米说的啊，华为也是一样的，保守一点。你想想，人离开车了，那车子万一失个控，我也不能拿我肉身去挡，我手机我还得在那看着，那我还不如车上泊呢。你宣传这东西干嘛去呢？你也把这意见帮我们传达传达。好的，何先生听明白这意思了啊？离车泊车这个东西，只能说告诉你有这功能了，不是让你们去用去。上回不是有一个人被夹了吗？人都走了，别用这个功能。哪怕你用自动泊车，你坐驾驶上，方向盘、刹车、油门还能干预的，那可以。离车泊车功能现阶段先别用。截至发稿，小米厂家回复：十分抱歉，对于承担一半的责任不符合目前售后政策，因为对半悬空的障碍物做出过禁用自动泊车告知，因此不会承担任何责任。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小米SU7的车主非常的气愤啊，说好的高阶智驾、自动泊车啊，这也识别不了，那也识别不了。那之前喊的雷总，那不是白喊了吗？感觉自己和雷总有一定的交情一样，出了事呢找售后，还是被喷了一脸。也不能说人家活该了，只是说雷军用自己的人设来做营销，做手机很成功，做汽车确实现在看起来不太好啊。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谢谢观看，拜拜。老弟，我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你要是说愿意的话，咱们互相认识一下，现实中咱们见见面。阿姨请你吃吃饭聊聊天，让阿姨的这个小脚搭到你的腿上，阿姨的双手抱着你的脖子，阿姨悄悄地在你耳边吹吹气，呼呼呼。我跟你聊了这么长时间啊，老弟，虽然说我没见过你人，但是我感觉跟你谈恋爱应该也是挺踏实的。
我是那种金钱放在是第2位。喂，那我不喜欢你老弟，我喜欢把金钱放在第1位的人。我是喜欢身体和灵魂相互碰撞的这个样子。而且玩的话，我也喜欢什么？就是相互要特别满足的那种。先满足一下我吧，好不好？叫我一声宝宝吧，叫我一声宝宝。宝贝。太棒了，老弟，太棒了！阿姨好喜欢老弟。